所以測出來的油耗呢是每公升可以跑71.5公里在小琉球這邊比賽哥有一個感受在這邊呢，你很少看到進站，你也看不到什麼 DRG 啊，因為曼巴啦，最常出現是什麼金發財商用車在海山好聊喝康龍底開這邊然後就是 GP125，然後呢接下來呢還是 GP125你買到一台10多萬的車幹嘛？沒有用嘛，5年後它還是爛掉了，生鏽爛掉了，你停在外面曬海風靠海水，有台風有海水有雨水有海沙，對不對？有海沙就沒有海沙車嘛，也是有我不會說會給不在家的密密麻麻。這國民車呢永遠會留在你的印象中，永遠會存在你的腦子中，你只要是想車買車比較車，甚至說撞到別人的車要維修的成本，你都會來說迪爵一家修理開多少錢我這邊進站大概看多少錢。最終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把這台車呢騎到南極跟契合拍張照然後再回來車是死的人是活的坐墊是死的你的卡撐是活的你的卡撐還會棒曬所以說呢，一個好的坐墊呢對一個騎士來講是多麼的重要。一天就算騎了100-200公里你還是覺得你的卡撐尿尿都不會有問題淡江大橋的由來呢，這個呢就是從一對男女說起因為呢他們呢只能在農曆的7月7號的7點07分然後在橋下呢可以玩87分鐘的寶可夢為了感念他們這100多年來從不間斷的抓寶呢，所以呢就把這個橋呢用他們的名字叫做呢淡江大橋。這次比賽哥呢從石門騎到東港，然後在東港之後呢開啟呢超級省油模式就是這陣沒有是打不用3個呀這陣周一級，它不應該只是一台國民車，它不應該是一台買菜車，它其實它應該是一台環島神車大家好，是比賽哥現在呢我在石門加油站新北市石門區的石門加油站算是北台灣呢最北區的一個加油站那我們現在呢要從各個地方開始呢往南騎看到底能夠騎多久我們來做那個全新迪爵的油耗測試剛剛呢我已經把油呢都加滿了就是把這一桶全新迪爵裡面的油箱的油呢慢慢騎利用它的電推 3.0 還有 DMIS 雙火星災科技 2.0 這兩個科技呢，然後再加上怠速熄火呢，這3個功能呢，看看呢這樣子下去往南騎的話呢，我們最遠可以騎到多遠但是要騎到菲律賓呢，還是要騎到伊朗還是要騎到伊拉克大家就拭目以待因為長途騎乘，所以我很自然的將怠速熄火的功能打開，並不完全是為了要做油耗測試。怠速熄火開啟之後，讓我在停紅燈時能夠冷靜的去想一些事情，計劃後面的路程。當然，偶爾也是會有東西掉到地上。此時怠速熄火開啟後，車子沒有發動，讓我更放心的去撿拾地上的東西。當然不是撿寶特瓶。這次呢，因為從北台灣出發經過呢淡水呢，所以呢就有機會呢走這條大家敲碗已久的淡江大橋大家都知道淡江大橋，會知道說淡江大橋為何叫淡江大橋呢？比賽哥剛好趁這個機會趁大家呢解釋一下淡江大橋的由來呢。這個呢就是從一對男女說起從前呢有一個叫做彈頭的男生呢，還有一個叫做江江的女生呢。因為呢他們呢只能在農曆的7月7號的7點07分然後在橋下呢可以玩87分鐘的寶可夢但是呢他們呢玩這個寶可夢不是一天而已呢，他們呢是177年來呢從不間斷的呢在橋下呢抓寶從清朝呢抓到了107年為了感念他們這100多年來從不間斷的抓寶呢，所以呢就把這條橋呢用他們的名字叫做呢淡江大橋你知不所以呢以後經過淡江大橋就要知道說這個叫做彈頭的男生呢跟江江的女生呢，他們呢有可能呢正在橋下抓寶玩寶可夢剛剛呢我們從呢那個台灣的北台灣石門那邊出發再騎到這裡白沙甲燈塔不是白沙屯媽祖我們大概騎了71公里今天預計呢要騎170公里到160公里左右不一定看體力看天氣我們現在在這個白沙甲這裡呢休息一下吃個東西因為騎快呢有時候也很累騎慢呢其實也很累就說一般車子在騎就是照正常的狀況照車流量照車速
還有照你自己心臟的大小顆呢，這樣子騎呢，大概呢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哦。那你說有時候為了追求油耗呢，刻意騎很慢或刻意騎很快呢，其實呢這個很反而會比較累啊，沒關係既然我們要做油耗測試的話，有沒有？就是呢車子準備好香蕉準備好油1桶油給它騎到滿這樣子呢，究竟呢能夠騎幾公里在他講這個燈塔呢，剛好在台61線這邊所以呢，在這個燈塔這邊呢，右邊是海你如果往南的話，右邊是海，左邊有燈塔，風景還蠻不錯的我們在這邊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繼續往南今天看能不能夠騎到台中然後再下來的話的行程才不會那麼趕因為現在天氣比較好，前幾天都下雨都靠不比就這2天剛好放晴要趕快把車子牽出來騎看看看到底呢能夠騎到南部的哪裡看呢是要騎到菲律賓呢，還是要騎到那個印尼呢，還是要騎到那個澳大利亞最終我們的目的呢，就是把這台車呢騎到南極跟契合拍張照然後再回來第2天透早，我為台中的大甲鎮南宮沿着台61線繼續往南來騎，接近中晝時陣，我來到豐原的好天宮，這是一個坐牛車、蒙拉減水庫的好所在，嘛有烘蚵仔、甲烘小羹仔，但是我趕時間，只會當偏芳爾。佇個欣賞了水比較美麗景色了，我就要趕緊繼續騎。一路上，我經過足儕媽祖廟，深深的感覺，媽祖不只保護出海人，嘛保護阮遮騎奧多麥的人，互咱會當歇腳、啉茶、放尿好所在。真正是比加油站較好用。加油站無椅仔，媽祖廟有足儕椅仔會當互我坐，互我休困。最近大家發現，在路上的爆改電車已經減少了，因為政府將考照試卷的多國語言政策，以及降低移工及擁有居留權的外國朋友們購買機車的門檻，讓他們能夠和我們一樣，用便宜的價格享受台灣品質好的速克達機車，去他們以前騎腳踏車、爆改電車難以到達的美麗風景，跟我們吃一樣的台灣美食，走一樣可愛的台灣道路，然後做一些台灣人跟他們都一起喜歡做的事情。大家好我是迪賽哥現在呢，我們來到那個台南清昆生這裡現在里程數呢騎到大概350公里左右這個呢夕陽無限好只是幫阿賊這個夕陽這個 moment 呢，大概這個10分鐘到20分鐘左右這個要趕快把它拍完不然等一下太陽下山因為很多一堆幫阿就會跑出來的這個迪爵的小旅行呢，我們從淡水呢經過台中現在已經來到台南了這2天跟我在一起呢，陪伴着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呢，就是呢我的卡車還有我卡車下面這個坐墊所以呢，好的男人呢，一定少不掉一個卡車好下坐墊很多人呢對環島或是說長途旅行呢會有所抗拒呢，大部分就是說坐起來的感覺呢沒有汽車來得好汽車呢又沒有家裡的沙發好沙發當然也沒有床來得好所以說呢變成說你必須呢要針對車子的坐墊呢做適當的改善這樣子呢才會有想要去環島的動力但是呢這個全新迪爵呢，我不曉得三陽有沒有對這個坐墊呢去特別呢加強它的坐墊的材質4輪的人家說呢買 Toyota 車呢是買引擎送車子你上的車呢是買沙發送車子所以說呢 Toyota 在引擎科技上面的努力呢，還有你上車子不做好那個座椅做得非常好會讓人家覺得說其實某些車廠它有這些特色存在像呢三陽它的迪爵系列呢，我不曉得迪爵是從以前就這麼好做，還是現在因為我迪賽哥是1代迪爵的車主那個雙眼迪爵，那個時候我覺得那個坐墊呢就不是很好做，環島的時候呢屁股呢怎麼翹都不會很好因為它那個坐墊呢就不是整個完全平面化，那現在這種全新迪爵這種坐墊呢，它為了訴求它能夠3貼，但3貼是違法的，但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早上你還是要3貼不然你要多少時間？20分鐘你要送2個，你要怎麼送？所以說呢，針對這種長坐墊呢，你在長途騎乘的時候你可以在腳
取出腳最好的姿勢之後，屁股也可以移出你最好的姿勢啊，这個就是平整化長坐墊的好處啊。這個坐墊看起來呢，皮好像薄薄的哈，可是下面的泡棉呢，長途坐下來呢，迪賽哥是感覺哈，是非常的怎麼講，不會覺得會有任何的不舒服哦。所以說呢，長時間騎下來，沒有一天就算騎了100-200公里哈，你還是覺得哈，你的卡車啊很健康哈，好的哈。上廁所哈，尿尿都不會有問題哈，對身體健康是沒有影響的哈。好，扯太遠了哈。所以說呢，一個好的車呢，不管它便宜還是貴哈，10萬、5萬、20萬，甚至於上百萬的迪卡迪啊，還是一些進口車哈，如果這個坐墊不好坐，讓你失去跨上它的動力，失去坐上它的興趣，知道沒有？這樣子呢，你要騎出門哈，你就覺得說好像在折磨自己哦。車是死的哈，人是活的哈，坐墊哈是死的哈，你的卡車是活的哈，你的卡車還會棒賽哈，所以說呢，一個好的坐墊呢，對一個騎士來講是多麼的重要。但是機車比較麻煩，就是說前後座都是坐同一個椅子哈，這變成說呢，你的前後座呢就要跟你後面那個人哈協調好哈，看是要 for you 哈，還是 for me 哈。所以說呢，今天呢，迪賽哥哈，趁着太陽哈快下來了哈，還是大概剩下5分鐘哈，5分鐘之後呢，忙就會來啊哈。所以說呢，在這個呢，我想今天就做一個小小的 ending 啊，全新迪姐騎下來呢，跟我在1代騎的感覺呢，它已經完全不是同一台車了哈。除了說呢，一樣是2個輪子都是125cc 之外，知道沒有？全新迪姐跟我在1代大眼迪爵、雙眼迪爵感覺上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啊。當然這邊還是有點建議哈，反正這個儀表板都已經這麼樣的簡單就2個指針跟一個以前是那種轉盤的數字啊，現在變成液晶了。我就覺得說這個方向燈啊，跟這個遠燈啊，其實可以放在一起哈，然後把1代迪爵那個 feel 那個 DUKE 那個字呢，可以把它寫上來哈。看你是要寫復刻版的字呢，還是要說你自己在創新什麼字啊？什麼毛毛蟲體的啊，什麼變形蟲體的啊，還是什麼美少女字體啊 ？Anyway 都可以塞就是把那個 Duke 把它寫回來這樣子呢就會有復古的感覺如果你想要創新來一個復古限量版1000台還是50台用抽獎的買誰塞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接下來呢就大家看那個落日了好，我不要站在這邊佔空間謝謝。一個人在騎奧多擺，上驚的就是下晡時啊，下晡時啊有日頭，會看到你家己騎奧多擺的影，但是若日頭落山了，春月光，迄時陣就做驚，看到你奧多擺的影，後壁閣再一個人，愈騎愈恐怖。今仔日我佇台南，我住佇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伊所起的民宿內底。天光的時陣，我驚一個閃閃，因兜根本就毋是一間民宿，迄是一個火力展示場，啥物家私、啥物車都有。伊講遐是伊快樂的所在，這是一個男人的 dream house 內底，不只有伊的夢想，嘛有伊愛騎的車。人無需要去比較伊做偌濟好的代志，伊只要去了解伊今仔日過得有快樂無。今仔日是毋是伊的 happy hour？ 過來，我將車騎到東港，為淡水到東港。我本來一開始就想要去小琉球，淡水是台灣島，小琉球是台灣的外島，一個是充滿動機、吵吵鬧鬧的所在。但是小琉球只有海、甲海龜、甲海龜雞兩個。大家好我是迪賽哥現在呢就在小琉球這個最有名的地方這個落日亭呢。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它呢下面就是珊瑚礁然後看出去就是一望無際的海岸為什麼說小琉球跟墾丁不一樣呢？小琉球呢，它就是一個島你在一個制高點看出去呢就是一望無際讓人家心曠神怡迪賽哥以前在南部念書的時候，只要是心情不好，或是考試考不好，或是告白失敗都會想要來小琉球這邊釣魚當然呢。釣魚是很難因為這邊是沿岸那個磯釣的話要有相當的技巧不是像沙灘釣桿子甩出去躺在沙灘上睡着的時間比釣魚的時間還久磯釣的話就充滿了刺激、危險，還有那個驚爆點當然啦，來這邊大部分都是餵魚釣魚是其次的。但是就像我講的為什麼我不去墾丁，要來小琉球呢？小琉球還要搭船墾丁騎個摩托車1個小時多，將近2個小時就到了。
小琉球的話，你騎車搭船，夯不啷當也是2個小時。但是來小琉球看到這樣子一望無際的海哈，跟墾丁上面哈吵吵鬧鬧啊，還有攤販公車啊，就感覺上哈就會覺得心境不一樣。小琉球有它不可取代的位置哈，有它風景上的獨特位置啊。就像你在買車一樣哦，雖然你買的是進站，雖然你買的是 Jet， 雖然你買的是 Jet 重機啊，還是大洋啊，但是我覺得你心目中呢，一定會有一台買菜車哈，因為每個人在買車的時候，一定會多加比較嘛。也就像經濟學在講的哈，邊際效益遞減哦。你在買車的時候，除了你選定好的車哦，比如說你選定好了 Jet， 選定好了 DRG， 選定好了進站之後，你一定會去比較其他的車，來凸顯出你這台車到底是不是你的最愛，到底是你值得你買的哈。就像你买了，你選擇了進站，你選擇了 Jet， 你選擇 DRG， 你選擇了曼巴，你會去比較說，哎，我再去抓一台買菜車出來好，比如說我抓全新迪杰出來，全新迪杰這台車呢，它只要買下來可能只要5萬多，將近6萬。可是你 Jet 買起來要超過10萬，然後 DRG 可能要11萬、12萬哦，或是說你買大樂好了，你就會去比較說7萬的車、8萬的車、11萬的車跟這台國民車到底價值上你的多出來的錢到底多了多少價值哦？這就是成本比較效益哦。你買菜車只要6萬，可是你買了Jet 之後，你可能要花到10萬，哦，你多了這4萬塊，你只有多20%跟30%的效益哦，然後這些多出來的效益，你扣除它的馬力，扣除它的外表之後，你多出來那些配備其實是用不到的啊，所以帶給你的成本效益其實是低的，可是你將近付出4萬，所以你就會把全新迪爵拿來做比對組，哦，甚至說你買其他的車哦，你買博米卡哦，或者是買大樂150，這是最近流行的 K1 150哦。你買 K1， 你多了25cc， 你多了那些馬力，可是你多出來的那些東西，多出了1萬塊的價差，到底這個東西是不是你要的價值？你多了這1萬塊，多出個馬力，你有用對不？啊，然後呢還比較耗油，所以說你就是任何的狀況之下，你都會把全新迪爵拿來做比對組哦。這個就是全新迪爵說，或者說迪賽就是說。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一台國民車，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一台全新迪爵哦，甚至或以前呢，就都有一台豪邁，都有一台進站哦，或是 GP125。這國民車呢，永遠會留在你的印象中，永遠會存在你的腦子中。你只要是想車、買車、比較車，甚至說撞到別人的車要維修的成本，你都會來說，迪爵一隻修理較偌濟錢哦，為什麼進站都要較濟錢哦？158的引擎跟125的引擎有碟剎沒碟剎，有水冷沒水冷，對不對？有加冰有去冰哦，有大杯有小杯，對不對？有大碗有小碗，要加蔥不加蔥，對不對？加辣不加辣，這就是你的比較的想法嘛。你也可以甲比較，你也可以甲起來抓對，你講好甲歹差偌濟哦。就像你在買股票咁款，你要開我是你500多萬、300萬。我買08科的，對不對？我買群創的，那對不對？我買150哦，156，对不對？我可以嗎？怎麼樣了？對不對？你比較說，我買這個，對，會不會比較會漲？哦，他買的一件是不是比較漲？他買的一件比較會多？那個群創啊，買什麼？一次現金啊，那個可能風險會比較大。你也可以比較嘛，對不對？比較下來之後，你就知道說，買這個划算，買那個不划算。所以說呢，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台全新迪爵，每個人股民的心目中都有一台護國神山，都有那個比較點，對不對？所以說呢，老闆哦，我今天有訂房啊，你不買全新迪爵啊？你要買國民車，可是我會晚點到。你心目中一定會晚點到，可是我現在沒有油嘞，沒有油怎麼辦？當你想要可不可以幫我啦？你就去比較，我在哪裡哦？我去墾丁玩，我不曉得了，這裡好不好玩？這不是海，我怎麼知道我在哪裡？沒有比基尼，烤魷魚一隻多少錢？住宿1晚多少錢？好，這個時候你就會把對照組拉過去，沖繩看偌濟哦，沖繩住宿3000塊，是那麼好，飛機才4000，你去墾丁搭高鐵，對不對？然後還要租車。
要花多少錢？墾丁有單軌電車嗎？沒有啊，你飛機票2000塊坐去沖繩走單軌電車，你就玩到爆了。然後墾丁不好玩又貴啊！如果我只是想要看海哦，我要 peace 啊，我要心情沉澱，對不對？我要忘掉不高興的事情，我要忘掉討厭的人，甚至說我要拉人家來這邊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哦，在台灣穿比基尼不敢穿，來這邊每個人都穿比基尼，你得說啊 ，anyway open 啊，用來塞啊，小琉球一天7、8班加其他的民營航班加起來10幾班，它的方便性、便利性、不可取代性，還有一覽無遺的風景，這個就是小琉球為什麼到現在它的風光、它的觀光始終永久不會墜落的功，不可取代性，就像國民車一樣。你按那買車，你要買國民車，你會拿國民車來比較；你要買高階車，你會拿國民車來比較。甚至說你要買重機，重機幾台，對不對？20幾萬、30萬，啊，這個一台5、6萬塊，對不對？你要環島，我就不相信你騎重機出去，你都不會檢查車況，你都不會擔心半路給你掛掉，你要推車推到死。那這個呢，講來講，你買新車5年6個月，你出門根本不會想說這個車會掛掉，對不對？鑰匙蓋了、油蓋了，你得騎了。你騎1000公里、2000公里，那根本都不會怕。這個就是它的可靠性。為什麼說國民車永遠會在你心中存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就像很多阿伯一樣啊，對不對？人家住信義區，對不對？人家買豪宅，人家買中越，對不對？但是在家中一定會留一台買菜車，留一台國民車。為什麼？它總是會有需要很安全的時候，你開賓士出去都不會怕掛掉。這個出去有沒有？你出去騎個30天，你都不會怕掛掉。這個就是國民中在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地位。小琉球的美不會消失，國民車的重要性也不會消失，兩個兼具有沒有啊？就是在這邊。這次迪賽哥呢，從石門騎到東港，然後在東港之後呢，開啟呢超級省油模式就是這陣啊，這陣啊免油就是超級省油模式你都不用上個呀這陣啊做一級所以說呢，就到了小琉球這邊，全島呢就只有一間加油站而已。而且這間加油站呢，又開到晚上5點半呢，所以今天隔天早上呢，我再把車呢繼續加油所以測出來的油耗呢是每公升可以跑71.5公里在小琉球這邊迪賽哥有一個感受在這邊呢，你很少看到進站，你也看不到什麼 DRG 啊，因為曼巴啦，最常出現是什麼金發財商用車在海山的好聊的好康龍底開這邊然後就是 GP125，然後呢，接下來呢。還是 GP125你買到一台10多萬的車幹嘛？沒有用嘛，5年後它還是爛掉了，生鏽爛掉了。你停在外面，曬海風、靠海水，有台風、有海水、有雨水、有海沙，對不對？有海沙，為什麼有海沙車嘛？也是有。我們不會說不在家的密密麻麻。三陽可以思考說，如何在這種島國經濟台灣的島國就那幾個嘛，對不對？小島不是島國但小島，小琉球、蘭嶼、綠島。澎湖、金門、馬祖、連江，其他無人島，龜山島還在那邊講嘛，對不對？就是說，如果在這種小島上面推展它的車輛的銷售，我相信會是它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當然，你要叫這種車子賣到3萬9千八，還是不可能的代誌，因為它一直在更新，一直在 update 嘛，對不對？GP125搞你 update 無嘛，不用加油，我的空家戶戶家裡都有汽油，就是需要就拿來加一下，需要就拿來加，甚至這些租車業者根本不用去加油站的，對不對？客人車子騎出去回來要剩半桶，客人車子騎出去回來要剩半桶，引導的有的有沒料，那都需要去加油站。所以說，在這個地方有沒有？你一定要買那種就是最便宜的車，或者是說最多人買的車，對不对？感覺講呢，這不應該只是一台國民車，它不應該是一台買菜車，其實它應該是一台環島神車台灣做最水的所在，較早嘛做水，今嘛做水，但是較早無像今嘛安尼，管東管西，管天管地，到着這開罰單，到着遐開罰單，佇咧小琉球，我會當感覺我較轉來是20-30年前的台灣，安怎攏無要緊，安怎攏會使原諒你，人總是會犯錯，但是。你需要一個改革的機會，安尼你才有機會去變做一個更加好的人，變做一個 better man。喜歡迪賽哥騎車拍拍照、吃好料的影片嗎？還不趕快訂閱迪賽哥的頻道？訂閱頻道完全不用錢，開啟小鈴鐺後還可以獲得迪賽哥的最新信息。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符號吧！我們下期見，拜拜！還要按讚和分享哈，感恩啊！